这个什么原因？小宁呢就给出这个结论，但是它这个原因是什么？他没有给出。腾云长len给出了解释。腾云长len是怎么解释的？腾云长len纠缠为什么能够出现超光速的现象？而小宁呢又规定不允许超光速，这个就让人感到非常困惑。所以说有一对光子，我们对它进行操作，使它这个光子分成两部分，它相隔了四大相隔十字功能。我们对其中一个光子进行操作，它另一个光子立即就有反应。这个跟小宁len是印证矛盾的，因为小宁len是力源概念，就是信息的冲刺也是一步一步冲到对方似的，并不是突然就冲到对方似的。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带来的腾云长len可以做这解释。腾云长len就讲，当我这是光速运动，它所在的空间始终稳定，就是车上有一个外星人飞碟飞冲它有十字功能，比如说有一个外星人从冲头走到冲尾，在我们观察来看呢，它走这十字功能，在我们观察看来它是零，也就是说我们把光子拆分成十字功能，在一个观察来看呢它是十字功能，但在另一个观察来它是零。这是什么原因？就是光速运动的空间，它所在的空间始终为零。自然等于零就出现了什么？刚才说的，我们把光子拆分，我们对其中一个光子操作，十字功能另一个光子立即做出反应，这个信息的冲刺，我们认为它超乎光速的，但是在另一个观察来看呢，它这个值是零。这个讲的什么意思？相对呢，量子力学在统一场len这个领域呢得到了统一。那还有一点我不太明白，你统一场论说它的距离变成了零，它为什么会变成零？这个是非常深奥的。当我是相对于我们运动的时候，它所在的空间因运动方向空间开始失动。当那个速度达到光速了，它就失动为零。这个什么原因？相对论呢就给出这个结论，但是它这个原因是什么？它没有给出。腾云长len给出了解释。腾云长len是怎么解释的？腾云长len讲，空间的垂直状态跟运动状态是等价的。比如说这是一个垂直状态，当那是某一个速度运动的时候，这个垂直状态它这个角度叫受力一个受力，速度越快的受力呢越厉害。当它得到光速的时候，它受力90度，受力90度是运动方向，就因为受力90度，它投影变成了零，它这个变成零就什么意思？就是三维空间，是光速相对我们运动的时候，它消灭了一个维度，就是变成了二维世界。这是不是你平时说的二维比三维高级？是对，是这么意思。对，二维输出的信息呢，可以刹那间冲遍整个三维空间。但是你在三维空间的发布一个信息，你最多只能是光速运动。腾云长len最核心的任务就是把量子力学、马克思韦方程、牛顿力学、相对论这4个资本质数理论呢，把它统一成一个。